大家好，我是程序员老王。在上一期 CodeQL 的视频中，我们用 Dominance 解决了 p 双等于0判断的作用范围问题。于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知道，在下面的这段代码中 p 双等于0判断 dominate 第二个星 p， 所以它是安全的，但是不 dominate 第一个星 p， 所以它是不安全的。但是就像人生一样，代码中也总是充满了意外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段代码，这里有一个 p 双等于0判断，但是之后增加了一个 if global 条件语句，在 if body 中又把 b 赋值成了0。很显然 if global 里面的星 p 是不安全的，而 if global 后面的星 p 呢，安不安全它不一定，所以也看作不安全会比较合理。但是复函数中3次星 p 都被 p 双等于0这个条件 dominate，使用上期视频的 Corey 会把3次星 p 都检测为安全。如果没看过上一期讲 Dominance 的小伙伴，建议先学习一下，连接地址我会放到视频简介之中。原因在于 p 双等于0这个判断的作用范围到 p 被赋值的那一刻就结束了，之后再判断是否 dominate 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规定 dominate 的作用范围呢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工具 Static Single Assignment， 简称 SSA。 简单来说， SSA 就是给变量改名，让所有变量只存在一次赋值。这么说太抽象了啊，我们接着看刚才的例子。这个是复函数的 CFG， 注意这里的 CFG 是经过简化的。我把许多表达式，比如说 if p 双等于0或者星 p 都合并成了一个节点，不然图太大了不好看。想看完整的 CFG 画法，可以参考 CodeQL 的第4期视频。刚进入函数时 p 的初始值由参数决定，参数虽然在 CFG 中并不存在，但在 SSA 分析中也算作是一次赋值。 SSA 规定每次赋值都会为变量生成一个新的名字，我们这里就给 p 换个新名字，就叫 p0， 然后 if p 双等于0就变成了 if p0 双等于0。 if 判断的结果有一条路径直接 return 了，另一条路径来到了第一次星 p， 同样改成星 p0， 继续往下走就来到了 if global body 中的 p 等于0赋值。这时 p 就不能再叫做 p0 了，因为 SSA 规定同一个变量只能被赋值一次， p0 这个变量已经在参数中赋值过了，所以我们要给 p 再起个新名字，就叫 p1， 所以 p 等于0也就变成了 p1 等于0，紧接着的星 p 也就变成了星 p1。 于是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次星 p， 那这个星 p 到底应该是星 p0 还是星 p1 呢？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像这种有2条或者2条以上路径的汇合点，都有可能会出现奇异的情况。这时 SSA 分析中会在汇合点生成一个对 p 的虚拟赋值，写作 p 等于 phi p0 p1， 意思是这里的 p 既有可能是 p0 也有可能是 p1。 既然是一次赋值，那我们就再给 p 改个名字，就叫 p2。 注意一下啊，这里这个虚拟的节点只是 SSA 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辅助信息，包括之前我们给 p 改名，它都是 SSA 分析时的辅助信息，就像你做数学题时打的草稿一样，它们是答题过程中使用的辅助信息，实际答案中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考虑 phi 函数在运行时到底是怎么判断该返回 p0 还是 p1 的，因为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 phi p0 p1 它们都是不存在的。好，我们回到 CFG， 最后一个星 p 就变成了星 p2， 这样就把程序转化成了 SSA 形式了。因为 SSA 规定同一个变量有且只能有一次赋值，所以同名的变量它的值就一定是相同的。这时我们再来看 if p 双等于0，当然了，它现在已经是 if p0 双等于0了。它虽然 dominate 下面所有的星 p0、星 p1 和星 p2， 但是只有星 p0 和 if 判断使用了同一个变量，也就是同一个值，剩下的星 p1 和星 p2 和这次判断是没有关系的。于是 dominate 配合 SSA， 我们就知道星 p1 和星 p2 是没有经过判空的不安全解引用了。好，理论就是这个样子。在写 SSA 之前，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CodeQL 中 SSA 的表示方法。首先 CodeQL 的 CFG 中并不会出现单独的 phi 节点，
phi 节点就直接用路径交汇处的 statement 来表示，于是 phi 节点就和星 P 这个 statement 合并了。CodeQL 中表示 SSA 最重要的数据结构是 SSA definition， 它代表对变量的一次赋值。在例子中，也就是 P 等于0 phi 节点也就是星 P2， 还有函数的参数部分，但参数在 CFG 中是没有的， CodeQL 就用函数最外面的大括号，也就是 block statement 来代替。所以这3个节点既可以作为普通的 CFG 节点，也可以作为 SSA definition 来使用。现在我们来写代码，把所有的 SSA definition 打印出来看看。我们可以这样写 from SSA definition select好，我们来运行一下。可以看到我们得到了3个 SSA definition， 分别就是刚刚我们分析出来的 P 等于0、星 P 和函数体最外面的大括号。但我们在 query 中请求的虽然是 SSA definition， 但是打印出来的类名却是 assignment expression 这样的 CFG 节点。这就证明这些节点既是 SSA definition 也是普通节点。那么 SSA definition 要怎么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文档，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叫做 getAUse， 它可以返回所有使用这个 SSA definition 定义的值的地方。getAUse 里面接受一个 stake variable， 这是因为一个 SSA definition 是有可能定义多个变量的。比如说 int a 等于1 b 等于2，这个语句就是一个 SSA definition， 但是却定义了2个变量。所以 CodeQL 需要知道我们是想知道 a 的使用还是 b 的使用。现在我们试试用 getAUse 把所有的变量访问都打印出来。好，这个代码非常的简单，我就不解释了。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。可以看到 P 的第一次赋值，也就是参数，它一共被使用了2次。第二次赋值 P 等于0被使用了1次，以及最后的 phi 节点也被使用了1次，就是它自己。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。现在这个 query 会根据 P 双等于0是否 dominate 星 P 来判断解引用是否安全。我们来运行一下试试看。结果就是3个星 P 都被标记成了安全的。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没错，就是通过 SSA。如果我们能获得每个 P 的 SSA definition， 就会发现其中只有 P 双等于0和第一个星 P 的 SSA definition 是相同的。通过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够判断只有第一个星 P 是安全的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写一个 predicate， 名字就叫做 getSSADef， 然后它返回 SSA definition。参数是 variable access， 到时候我们传入对 P 的访问。然后我们用 getAUse 函数来判断是不是存在一个 SSA definition 对应着参数中的 VA。如果是的话，那当前的 SSA definition 就是我们要找的结果了。想要快速的测试刚刚写好的 predicate， 我们可以点击上面的 Quick Evaluation。这时我们就能看到所有的 variable access 和 SSA definition 的组合了。
OK， 有了这个 predicate， 我们最后在 query 中加一个条件，我们需要 p 双等于0中等号左边 p 的 SSA definition。我们需要让它等于 VAPTR， 也就是星 P 中的 P 的 SSA definition。好，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试试看。可以看到，现在 CodeQL 就只会返回第一次安全的星 P 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筛选出2次不安全的星 P 呢？请大家自己思考一下，当做小练习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里是程序员老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